嗨，欢迎第一组选到我们这个非常漂亮的花月的这张牌的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你即将要突破什么，有什么东西挑战你即将要跨越过去。我们来看看是关于什么？关于什么呢？花月就是绽放啊！你看这月亮下面有好多好多的花在绽放，这象征的是一种成长，一种更新，还有的就是爆发，喜悦的爆发，成果的爆发，就像花朵一样张开它美丽的一个花瓣，成果的展现。而且这在夜晚里面慢慢的开花的这种感觉，氛围很奇妙哦。它很多的感觉是你不经意的、无意间的，你甚至没有预期的，然后就慢慢有结果产生。这是一个很令人喜悦的时刻，宁静、安详、喜悦，不会是太让人家激动刺激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是慢慢显化的。所以如果你在显化的是一个关系或是一个事件，你不知道它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进度的话，这边提示着你即将得到这个花月的形象，就是如花般的绽放，美丽的绽放。而且这边出现的5哦，5号很多时候啊，它也在说明的一种历程。我们在一个人生的道路上，很多时候事情会看不清楚，你需要多一些争斗，做一些抗争，因为混乱不清或者是混沌不清，你很难置身事外，因为你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态，这样的生态底下，你没有办法置身事外。所以很多时候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等待跟突破。这种等待跟突破是需要耐力跟毅力的，所以相信你们在过去在做这件事情或在这件关系上，你们用了很大的耐心去处理哦。会不会看到成果？我觉得是会的。这个所谓的花月完全是如花般的绽放，是好的一个牌啊，很漂亮很美。再来我们看看你其他的神谕卡还要透露些什么关于你的挑战。爱，这个爱出现在我们第2张主牌底下，恋人呢，但它底下的字很特别，他说你前面有2条路，请忠于你自己。很多时候你在抉择里面，你不知道前进还是后退，但是不管是前进后退，还是你现在想停下脚步来好好的想一下等一等，我认为是 OK 的。这2条路往左或往右，结果都不会太糟糕。因为这个所谓恋人更多的是如果不是浪漫关系的话，它讲着也是一种合拍合意和你自己的感觉的情绪它运用在任何事件上都属于和谐愉悦的，跟刚才的花月是很像的。所以恋人出现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一个状态。而他说的2条路在一个恋人牌里面很难得出现这样的字眼它更多的是要揭示一个你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其实不用太去担心所谓的结果以及后续会发展成怎么样。我相信你不管走左边的路还是右边的路都有不一样的风景，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恋人的感觉，这种合拍合意愉快的感觉。所以忠于你自己，走了决定了，就好好享受这个路程，这个路径是好的，是充满开心跟快乐，感觉不错，对不对？再来看后面的牌这边的牌比较特别，你们出现的果然是2条路这个是天王星，这个是冥王星，这2个几乎是不一样的能量。天王星这边直接看到卡牌的跳跃、自由、机会，它更多的是产生在突破，就跟我们主题一样，突破性的思考跟一个思想上的超越。这超越是宏观的，是充满创意的，很高的水瓶座的能量。这也在
天王星里面也象征在我们的朋友宫以及团体的关系里面。这是一个机会哦，我认为天王星在这里是要表达的是，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性的组织里面或朋友的关系里面是属于跃升的状态，是很不错的一个形式哦，在天王星的能量底下。但是你们另外一个能量，我刚才说的不一样的冥王星，所以你们是不是真的是两个路径？前面有两条路，而且是截然不同的路。这或许就是你们现在在游移吧，或者是说在按兵不动的一个情况。冥王星更多的是一个重建跟转化，它比较暗黑一点的能量看起来，但它不是完全的黑暗，它是一种比较哲学性的思考，有关于生死更远大更形而上的思想的淬炼哦。在我们的第8宫，它是关于我们的精神上生理上的一种转变跟转化，你会有个突破性的跟以往不同的一个概念从你的脑袋瓜慢慢的生出来长出来。这是一个天蝎座的能量哦，比较会干扰一点，比较会执着一点，而在这样的执着跟捆绑底下，比较容易在一个点上不停的打转。这是冥王星比较比较说不要说危险哦，就更多的是他需要去注意的一点。你去往那种更深入更深层的东西去思考的时候，并没有不好，它会带领你做一个不一样的心灵层次的提升，或者是说对一个关系对一个看法的更深入的了解。但是继续琢磨下去，比较担心的是就继续的一直钻研，就想要找到源头，找到答案，找到原始的道理真相。你过于执着的时候就不太好了。但很好，是因为你们这两个能量同时出现，我认为你们是同时拥有这样子所谓天王星跟冥王星的品质哦，终究会得到平衡。所以这条路刚才说的恋人的这条特殊的是话语底下所谓的两条路哦，没有所谓的好与坏。我认为你们是可以平衡的哦，你们的突破关于的是高度的平衡，这高度平衡来自于心理的自由跟不自由的平衡。很多事情什么叫做不自由？你没有办法符合你的需求，符合我们大家自己的期望的时候，大家觉得好像就卡的卡顿，或者是就觉得好像没有进展，没有那么愉快。但是如果一旦你明白天下没有什么叫做100%完美的事情的这样的状态底下，你就更容易去安于现在，乐于现在的状态，等于活在当下，没有自由。所以这两个能量我认为你们都已经有领悟到。一旦领悟到你的花月，我觉得这个主牌果然也是呈现这种，就花就盛开了，即便是在夜晚里面的盛开，不是那么招摇，不是这么引人注目，但是是美妙的。在关系里面，还是你现在在意的事件里面，它是朝向一种稳定性的更新与发展，而这样的更新与发展很多是来自心情上的淬炼，深度的淬炼，很明白的认知去达到，这就是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第3张牌出现的是春天，这个是收藏储蓄的概念，秋藏嘛，在我们的对秋天的一种解释里面，都是要开始过冬了，储藏储蓄一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能量都会即将储蓄在你的能量底下，等待花的开放的绽放。所以这3张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历程，一个特殊的很不一般的，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你们现在应该在经历了。它是一个学习，有一个等待，但是不是太痛苦了。它其实是在带领你更深入的去了解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你，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是你需要的。对，更多是这样。再用我们的塔罗继续深入了解一下这3张牌更深层的意义哦。我们的能量一直在转换当中，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
整体的大众能量呢，都是一直朝一个比较非生非要的状态，就是一种进步。我非常能感觉到这样子的一种氛围是在我们当中的。所以如果你们一直在看视频，一直在支持我们的这样子内容底下，然后慢慢的配合这样子的宇宙给的能量去慢慢的转换自己的话，我相信你们应该有自己也有一点感觉，你自己在进步当中。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飞跃是关于什么？跳跃。这两张是逆位牌，我们来看看是关于什么啊？这逆位牌很不错，宝剑八的逆位，宝剑八逆位跟一个圣杯国王的逆位。宝剑八的逆位跟圣杯国王逆位，在这种所谓跳跃跟自由底下，又在你们的爱的隔壁。我认为如果你们在一个情感关系底下，这会有个怎样的突破？这个圣杯国王的情绪不再这么的牵动你们。我认为是某一种看开跟理解跟包容。因为圣杯国王在正位来看，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之前一直说过，情绪很饱满，能给你很高的情绪价值跟体贴，跟让你心情愉悦的人。它是充满一种感性的能量。它逆位的代表是能量的执着，或者是想要放开而没有放开。如果这一位国王，你们的看你们的关系这个阳性能量这边无法任意恣意放开他自己的心情跟胸怀的情绪底下，而你们也不会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被他这样的情绪所牵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8号宝剑原始的塔罗图案是8支宝剑围绕着一个人，把他都困住了，把他绑住，就像这个人好像也很落寞，提不起精神好像无法加入团体的感觉。即将逆位了，表示这个能量会获得某种释放。我认为的就是自由，你会突破的是自由，对自由的想象跟限制。你不在自己的想象的框框里面，或感受的那种所谓的失落、干扰、不平衡，你也不会在这样的情绪继续把自己放在那个状态，而去让自己知道什么叫做新的机会、新的提升。这是这张牌天王星若放在这里很高度的一个提醒。这也不一定在浪漫关系，我们刚才有说这个天王星也代表的朋友团体，在组织里面你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转换。如果你现在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排自己在一个团体里面的定位的话，现在会是一个很好的跳升期你不再去关心别人的说法，或者说七嘴八舌、指指点点，这种外在的评断你不会再去把它当做一个重点，你会更专注于自己的感觉。而其实别人的感觉又怎么样呢？其实自己的感觉更重要，你会慢慢相信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团体里面、组织里面的感觉，我觉得你们会得到一种平凡，这种平凡是来自你自己的想通自己舒服了，自己不尴尬了，别人就尴尬了，就是这样。那在感情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尴尬，我们刚才说的尴尬点，这种没有感觉到别人的付出，其实有时候也是个假象因为这个圣杯国王既然在这里虽然是逆位，但他毕竟还是个圣杯国王，绝对是有情绪、有感应的，而且在恋人的旁边，所以不用去担心这个恋情上或者关系上的什么突变关系。我认为你们不用像这女孩一样自由一点的看待你们。给圣杯国王一点调试的时间，我相信这个东西是慢慢一样可以等待花开的。再来我们来看第二章，这个所谓冥王星这个转变转换是关于什么？两个逆位牌，金币4号的逆位，然后还有一个
命运之轮的逆位。关于金钱上、物质生活上的、生活条件上的满足跟满意点，你们可能有点执着，而在这样的执着点一直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跟标准的时候，这就是你在冥王星的这种情绪波动底下的感觉了。但是其实不用担心说，因为这边有一个是命运之轮嘛，命运之轮它逆位代表是说，其实更多的你应该关注的是命运的流转时间的运作，在很多经验的慢慢的累积底下，你会慢慢，我觉得就是你理解，你非常领悟到这个时刻的关键因素，就是你慢慢也知道，我们若不去动、不去执行的话，只是一直想，一直埋怨、一直抱怨的话，东西也不会因此而来，不会如期而至。我们要做的反而是说，让命运去流转，相信命运会为我们带来美好的东西。命运之轮的正位就是这个意思。它的逆位在强调，这个是个议题啊，一旦你把它放开了，不要再执着你所谓的安全感的达标，或者是某种生活物质上的满足的话，你也可以突破的。因为冥王星呢，很多的也是欲望的过度，欲望的泛滥，都可能造成其实你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糟糕，那么的差，但是你把它扩大，把某些点小缺点你就把它越来越放大，感觉自己好像很贫困、很困顿、很不足，就是你并没有那么糟糕。试着让你的命运之轮转起来，然后让你的欲望得到某一种平衡。当然不是说没有欲望啊，没有人是没有欲望，只是说怎么达到舒适的平衡，不要过多的压榨自己，因为你一直去要求的时候是等于变相的压榨自己。你要求的是谁？还是自己啊？你想要去达到就必须去达成很多事情，去执行，那都是一种过程，怎么会没有压力？所以一旦这样的话，如果你想做，在你的能力范围之下，你可以达到你的喜悦的。对，我认为这个就是会达到平衡，因为你后面得到的是这个我们的秋天的牌。再我们来看一看，出来后面这一张牌，直接出来2张，那就这2张，这2张都是正位牌。什么？这有张死神牌，然后有一个宝剑4号。宝剑4号休养休息啊，身心灵的休息，果然是跟秋天完全一致的能量哦。可以休息，可以好好的保存你现在。如果你已经尽力很多，你已经努力很久，坚持很久，在这样的关系或者是事件上，让自己有一点休息的时间。这边指的是不管情绪上还有身体上也要去度个假。觉得好像是在花费，不，我花这个钱绝对值得，因为他在创造的是一种很高度的修养，身心灵的修养，让你自己得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这是很重要的。一旦你没有办法情绪跟身体达到放松的话，很多事情你就会过得很紧张，很多人都会忘记这一点。你的思考会影响你的身体，所以当你的思考自由了，放开了，去度个假，去休息OK 的，这边正位告诉你是 OK 的，然后得到重生，有没有？你看天使啊，这个是不是2个小天使在帮这一个受伤的，好像也是天使，对，3个天使，这边还有一个，是一种帮助，一种协助转化，跟你们这个冥王星的所谓的转换、重生的能量是很像。死神绝对都是重生，怎么重生？适度的休息。所以在这样的秋场底下，你们这个我们1号宝宝，你们要做的突破非常的简单。这个所谓的爱的能量啊，是来自于你很高度的判断、协调、融合之后所达到的。然后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保有你现在既有保有的，然后去享受它，去欣赏你的成果，你的花月就会到来了，如花般的月亮。或许没有什么太多的金银财宝，或者是说美轮美奂，但是非常宁静安详，甚至喜悦。这就是我们1号宝宝的讯息啊，你们即将的做的突破。OK，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一样要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一样祝福大家幸福快乐，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嗨，欢迎第二组选到我们这个非常火红的烈月，这在说明什么？你开始要专注一个事情，就像猎人一样 ，focus 在一个点上，开始要行动，开始新的开始，专注，甚至是非常的目标性的确认。所以，关于我们今天，如果你要突破什么，这绝对是个大突破。你会有一个新的观点、新的行动的意识产生，这个意识来自很高度的情绪的高涨。这样情绪的高涨是因为你已经看清楚了某一种现象，你已经抓住了某一个机会的细节，你做了判断，你做了一个思考，所以你决定要朝目标去。这会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是看得到，因为你即将行动起来，你将让你自己朝你的目标去达成，而且并符合你自己的期望，让你自己产生优越感。而这样优越感是因为你终于进行了某一种你很想要进行的东西，你开始打猎了你要成为猎人。这个火红的能量在10号底下又圆满达成最终要完成完美的概念。头上的角也象征了很多武器，我说的武器是很多条件你都已经准备就绪，你有很大的资源去资助你去做这件事，所以不要去怀疑，不要去停顿，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你现在心里不管是关于关系还是关于什么事件，打猎时间开始，你是猎人，绝对是猎人，不是那个被捕猎的人，这个是不一样的。再来看你们的后面还想讲什么关于生育卡恋人你们跟第一组一样，抽到这一张牌，常常就说我最近的能量都很类似，会抽到类似的牌，是不是大众能量都趋于一致你们可能很多人在关系里面寻求某一种达成愿望的达成，而这个就直接给恋人牌这个恋人，但是他的恋人这个底下的字比较特殊，他说你前面有2条路忠于你自己，忠于你自己的想法，你的目标在哪里，你们已经看中哪一个点，哪2条路，你决定走哪一条路就去做，不管走左边走右边。我觉得宇宙要说的是，这都是一个爱的形成，一个恋人的那种亲密和谐跟交融。没有看过恋人是分开，而且这2个人是很靠近的，也是一个火红的能量，射手座牡羊座的能量。而且他既然说2条路势必你现在也是在一个决定底下，如果宇宙已经出现这样子的感觉的话，但这2条路我认为你已经知道该走哪一边，你心里就算你现在表面不想承认，但你的内心的潜意识其实你知道你想要走哪一边。而且宇宙要说不管你走哪一边都是美好的，恋人嘛，不管哪一个都 OK 的，很好。跟我们第一组选到竟然一样的牌，恋人，虽然你们组牌不同，但是那个底蕴是类似跟爱有关。这不一定是所谓的恋爱关系或者是浪漫关系在你的同事间或关系相关重要的关系人际关系底下也都是适用，会朝向和谐发展，朝向目标去进行，所以不用狭隘的去解释至少是合意，是愉悦的，是开心的。 OK， 好，再来看你们其他的牌。这其他的牌也很特殊，中间这件先看2条路有没有这个人？这人很好笑，穿着雨衣吗？怎么很像雨衣？对，好像雨衣，对不对？然后这有2条路，他该走哪一条？决定，有没有？这是一个抉择，是不是跟刚才说你前面有2条路是一样的？哇，这个也太呼应了吧！宇宙给能量非常的明确。我觉得这2条路其实看起来一样一样快速平坦，可以赶快达到目的地的感觉只是这个人穿着雨衣可能会下雨。所谓的下雨就是我们可能会遭遇一点风风雨雨，做一些预备。但是我们刚才说你这一支公路在这种火红的月底下烈月，我认为你已经有充分的一个条件
跟资源去资助你。你看，连雨衣都准备好，你已经知道前面的路会发生什么，但是你决定要去突破。我觉得宇宙要说的是，你即将做的一个突破就是突破，你就会去突破。应该你想很久，你就决定要去做。来看其他2张牌，其他2张牌也很特殊哦。这边说的直接就是突破这一张，有没有？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人是兴高采烈的，好像想通了某种事情，然后就突破，不管思想上的突破，或者是说情绪上，或者是身体上的压抑，通通得到释放。这是一种很开心的感觉，也是一个夕阳从后面照来，然后两只手向上伸展，然后这是什么东西洒下来？水吗？好像是水，对，水的能量，情绪的泛滥，情绪的扩张，很多是这种感觉，很有张力的一张图。这种突破来自很好的决定之后，对不对？突破。而在这之前啊，相信你们看，就刚才说的，你在保护什么？你在维护什么？这女孩子算是在守护着什么的感觉？抱着自己。这个守卫的是什么？你守护的是什么？是一种安全感吗？你想要达到某一种安全性，你才要去守护，你才要去执着。但是它也象征的某一种可能就是停滞不前。刚才是说你有可能停滞嘛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才决定要做行动啊，也不管了。你看了这个宇宙给你的能量之后，你再不行动也不对，就不要去保有你原来这种情绪。这个女孩比较像是比较保守的感觉，迟迟不敢去行动，只是有点自怨自艾的能量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没有很开心，然后似有若无的在想着什么，看着远方，看着远方的什么，看着看着他也不会来，对不对？一定要去动起来。所以我觉得守护这个能量，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你即将不再继续这样守下去，不在一个原点继续的，你可以当作是安全区也好，可以当作是一种习惯的劣根性也好，我觉得这样的宇宙能量都在告诉你，你即将要去做一个改变，你决定要站起来，看见自己到底该怎么去进行，而不只是在等待。等待，我们一直能量都说嘛，等待是等待不出什么的。一旦你没有这样子的去行动的时候，宇宙不会给你任何东西，必须自己去争取。OK， 好，我们来看塔罗牌，塔罗牌该怎么告诉我们细节，关于这3张牌的更深度的能量。来，这第一张给了两张牌是，哇，权杖6号，给一个金币5号，这是这么特殊的一个状态。金币5号这种，你看一个人困顿，这个人跟这个人是很像一个人，在岸边湖边，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也没做什么，就是有点失落低潮。这种匮乏底下逆位了，一旦你逆位了，我们看到这个，不管你是有感而发，还是怎么事件去激励你，还是这个目标已经让你产生冲动，想要去追捕的冲动，都好，这绝对都是好的能量，让你从这样的困顿的一个人的状态里面翻转过来，不要再觉得自己孤苦无依了，好像什么事都一个人，对，不要这样子的感觉，你就会得到成功，你就会得到胜利。权杖6是胜利的意思，因为这个帅哥凯旋而归，对不对？大家举着旗帜都在欢呼他，都在列队欢迎啊。你所要去，不管你专注的 focus 的目标是什么，是一段感情也好，是一个事情的发展，都可以。一旦你不要把自己当作是贫困、贫乏、完全匮乏的状态的时候，你是很丰富的，你是可以有能力去达到一个完整的成功，而且是受大家所喜爱。你看列队欢迎，刚才说的是得到欢呼的，这结果是好的，所以你会被打猎成功，绝对会。所以这一个第一个突破点，我觉得就是心情上的突破，你情绪上跟状态上的突破，你即将会做一个反转，不会在自己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低落、低潮、低谷期啊，你不会停留太久。这边要说的，那这边再来第二章，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出来啦，很好哦。来看看这2张牌哦，在出现的这2张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金币的骑士跟一个恶魔牌，这在说啊，这2条路的抉择是关于什么？是某一种欲望的重生哦。如何激起这样欲望的重新的开展跟扩展，是这个主题哦。所以这个决定在什么？即将做的突破是什么？关于你们现在的这个能量，如果是一个情感的能量，非常明显的就是你们的欲望啊，跟情绪的交融，会在某一个决定之后得到促进。你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好像在不要讲勾引啊，勾引的比较不好听，是在逗弄这一个士兵，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很高的是阴性能量，你好好的挑逗一下，或好好的激发一下这个阳性能量，它是会被你带动情绪的。而这样的情绪目前是逆位，表示你没有打算这么做，但你可以考虑这么做。你可以在这2条路去决定要不要做。但要不要做呢？不一定要或不要，因为这边说你的爱有2条路，它没有绝对的是与否，这2个都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但是可以预期的是，这样的结果都可以让你带来某一种重生、突破。这样讲可能很奇怪，对不对？就是说你不管要不要，这样的欲望其实都是存在，只是它能不能提前被你煽动起来，被阴性能量煽动起来，只能这样解释。不会不，只是时间快跟慢。你想要快一点，那你就主动来做这个动作，帮你转正，我帮你做决定，你转正。当然不是说好像贴上去，然后什么东西都不管了，然后就去做这个事情，不是指我们的阴性能量这么的卑微哦，而是说适度的用一些技巧去触动你的阳性能量，或你现在关心人的心弦。如果在关系就是恋爱关系以外的也一样适用，你可以用一些方案，用一些刺激点，用一些大饼来吸引他投资你，或者是说进行这项计划，这是可行的。不是要你全面的把自己用那种舔狗的姿态或者卑微的姿态去求，不是用这个意思，是说你可以用你现在既有的一个状态，看你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去做一个所谓的提升资源的供应跟条件的设定，去吸引这个关系人，或者是说重要的这个人，帮助他们做决定，甚至可以这么说，吸引他们做决定，这种欲望的决定。欲望有很多，可能要赚钱的欲望，还是要在一起的欲望，还是我想要达到这个成果的欲望，都可以啊。这样的欲望你去满足到那个甜蜜点，找到之后，怎么样去让这个甜蜜扩散，就是现在的决定。我觉得在这边很明显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很明显的是在，总而言之就是要做一点什么事去拨弄一下这一个士兵就对了，骑士就会动起来。因为金币骑士非常的缓慢啊，是乌龟牌啊，骑士金币骑士是全部的骑士的乌龟啊，走得最慢，但是也稳健，他们就是稳定性高，想得多，然后又怕东怕西，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状态。但是所以更需要你去稍微给他拨弄一下，撩拨一下。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张决定的牌想要说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后面最后一张的突破，关于突破又是什么？这种动物直接出来飞2张，那就是这2张，不用怀疑。这2张是逆位牌，金币的3号跟圣杯的8号逆位，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哦。圣杯8号表示要离开嘛，
某些不好的关系、不好的情绪、不好的事件、失败的感觉，通通要离开。像这个女孩有没有在想什么？可是她已经顿悟到某些东西，我觉得她跟这个牌是有点像。她似乎在想到什么？我的人生，或者是我现在的路程，我有某一种顿悟，我有某种想法。你看她在思考。我适度我要放开或放弃某些东西，是我现在必须要做，我就可以得到某一种重生哦。我刚才说的突破。然后这边是一个金币3的逆位，这边的逆位也在讲的是，这可能是合作性的停滞。这有3方的能量哦，如果是关系里面，有可能是3方。这边只是说有很多的干扰，没有办法去共同达到开心的能量。你看这个3个圣杯是大家一起去，好像你看去共同去做什么事情很开心的，然后他在插花吧。总而言之，这个东西是共同团体性去经营的，然后产生的乐趣。而这样的乐趣是逆位的话，有可能是说这样子的所谓第3方能量，并不是想象的这么的完整，或是这么的有注意，它可能是你们的阻碍、干扰。这3方不一定是人，也有可能是某个事件或某个物质上的东西去做的影响。然后你就去好好考虑这个东西是不是要做一个释放，做一个清理。这个解决之后，你就会得到重生，这是这边说的，得到顿悟，得到一个突破。这种情绪的渲染可以带领你走向更自由的状态。这个猎人可以自由去猎捕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你如果在今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感觉宇宙想要表达的说，像很多的能量在你的情绪底下，不管你是担心什么、害怕什么，或者被干扰什么，而这样的东西其实你都要适度的去做一个铲除，做一个厘清，而这样的厘清是有助于你自己得到释放。突破，什么叫做突破？很多时候就是要改变以往的东西，你也不要去担心改变。有些旧有的东西如果不好，在那边就是凌乱，一个房间很乱，你一定要做一点处理，对不对？你一定要清理它、清扫它。那这样的东西是不是有的东西就是要丢掉，要割舍掉？这是这边最后这张牌要说的。所以在你们的这个突破点里面，最重要的功课等于说你的行为行动就是要做一个自我情绪的断舍离。而这样断舍离，很多时候刚才说第3方能量，尤其是要清理的是第3方能量，比较不是你自己本身的，这边看起来比较是刚才说的物质上的其他人的事件去影响到你的，尤其是这种你要适度的去做一个护城河吧，给自己做一个护城河，不要让这些东西来干扰你，你就会得到这样的很好高度能量情绪能量的释放，很愉悦这种牌，我刚才说这个牌很有张力再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愉悦是不是很有张力，很有希望感的，融会贯通的某些事情。对，这就是我们第2组宝宝的能量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的确你有感应也有收获的部分，改造更好的自己，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希望大家共同的进步。 OK，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一样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再次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嗨，欢迎第3组选择我们这非常美丽的草莓月亮的来宾朋友们好这要讲的是什么？庆典、开心、愉悦，是时候拥抱你的幸福能量了。这个是草莓月想要讲的如果你今天要突破什么，绝对跟这有关，是一种扩张，情绪的扩张，联系，情感的联系，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喜悦跟欢乐。草莓甜甜的6号能量。6号在数字的概念里面，和谐完全符合这个关键字，和谐、平顺，共同的发起，
六都有一种共同性，不太会是一个人做一个事，绝对是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爱，大家一起做事，朝目标前行。草莓的能量，粉红色很美哦，这张牌，所以你们会得到喜悦啊，看起来这个突破跟喜悦有关，不然就突破之后你会得到很高度的喜悦，不错。来看看其他牌要说什么。其他牌这一张是出现的猫头鹰啊，就是说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哦，你去拥抱幸福跟拥抱智慧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而且我认为他们是有相关性的。一旦你想清楚了这个节点，或者是说这个重点，相对的爱就会来临，幸福就会来临。你看那星光点点，是不是在这个猫头鹰后面显得格外的美丽哦？一个个的希望，一个个的盼望，然后这样的希望跟盼望啊，很高度来自你去抉择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是运用智慧的。猫头鹰有一种比较暗自学习，然后去观察，然后去感受的能量在里面，不是那种突发式的，或者是说激动式的去做这个行为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展现啊，会带来一个所谓的幸福的提升，这是从这个牌里面很明显可以看到，会得到一种转换。而且你拥抱的越多，你会得到越多。所以拥抱越多，是你对智慧里面所吸取到的内容。这个智慧当然包含经验值，或从别人的身上学到，或者是书本上你所理解、所领悟到的。你越能去扩张的话，你就会收到越多的成果、跟感受、跟幸福。这是我们的能量告诉我们，挺好的，在粉红色的月亮底下，看起来就是舒服。再来看其他，这个是庆典啊，有没有？那是拥抱庆典，这庆典礼物啊，很好啊，丰富丰盛，也是有星光，跟这个猫头的星光很像。某些东西在你手里哦，我有这种感觉。能量想要传达的是，在现在的一个不管关卡或者是说决断底下，很多时候其实是在你手中，你握住了，它就是你的。但是你现在其实就有点感觉不太确定，这个光，你感觉你握了好像也握不住它，因为它是光嘛。这种光是因为某一种期待，你很高度的期待，感觉不可能。希望、美丽，甚至是你自己的向往，而这样的向往，这种光线，你觉得它是不可能握在手里的。但是当你把手慢慢的接近它的时候，那个光啊，其实就在你的手心里了。它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去掌握，用你什么样的看法跟观点去看待这件事情，它就会成为礼物哦。然后它就会成为你的丰盛。这张图很有意境哦，好，很喜欢这张图。这个手上是不是点点的？这像是金粉，是不是洒在他手上的感觉？很有丰富感。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啊，不管是关系或者是事件，很多时候就像刚才说的，你怎么看待它，在你身上所展现的方式，它就会呈现那个方式。你也可以用手直接就这样盖住，那个光就看不到，就像你在遮太阳一样。有没有太阳太大，你可以一手遮天，把那个光线完全抵挡在你的视线之外。但是如果你放一点光线进来呢，不要杜绝这样子的能量的话呢，如果我稍微的放一个洞，应该放水，对，放水让这样能量进来一点，会怎么样呢？这个卡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放开手指，对不对？有一些光线进来，特殊，这张牌也特殊。第二张是道歉呢，这边讲的是原谅。
如果有些事情让你有隔阂，或让你郁闷、耿耿于怀的话，是关于某些人做了某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这边我觉得是说，就让他过去，你可以原谅他，给他一些宽恕。他可能他们也想要道歉，我觉得这个图面，尤其是阳性能量，阳性能量在忏悔，他可能还没有说出口，但你们即将得到的是这样的情绪。我觉得，这个礼物有可能是某一个人会跟你道歉，或某一个事情棘手的事情，到最后反转了，他们会朝向对你有利的方向进行。这种所谓的道歉有这样的显示。不一定是真实上口头上的所谓的道歉，而更多的是这种东西臣服了，臣服在现在的状态之下，臣服于你了，而你得到的某一种你该得到的东西，可以看到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阳性能量。如果有一个对象，感情对象的话，有些误会，或有些他刺痛你的地方，有些不舒服的感受的时候，或许他也不舒服，他们在寻求一个方法，想寻求你的原谅。所以放开手指，稍微让光线进来一点放水一下，不要握得这么紧，不要把那个城墙筑得这么高，把你的心稍微打开一点。有这种感觉。原谅有时候就会得到美好，你知道，粉红草莓月就来了，就不会这么一个东西压在你胸口很难过。不是做错事的人难过，其实我们不原谅人，这种在执着的人也很难受，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人是讲求的是和谐嘛，这种和谐是需要达到某一种情绪上的平衡，不是我今天压制你我就很开心。我觉得人的相处，不管是关系还是什么朋友之间，都有这样子的能量，不是说我压制一个人我就很开心，大部分普通人都不会这样。所以你适度的去做一个放手，去原谅一个人或一个关系的时候，其实是反而是达到更美妙的一个和谐的感受会来临。第三个是 air 空气的能量，这边讲的是双子座、天秤座跟水瓶座，所以特别讲到能量这个部分。而且有个王牌在这边初始理智线的一个初始的某一种展开你想通了，接起来，把这件事情的那种你一直想不通的地方突然接起来的这种感觉，说不定就放手了，就可以原谅某些关系或人了。那你自己会带来某一种释放，这个果然也是一种能量。我刚才说的，猫头鹰如果能够得到的智慧越多，它的翅膀张开的越大，它的收获就越多，得到的幸福也越多，这就是这个感觉。那我们来看看这个3张牌的深度能量是关于什么。第一张牌庆典丰盛，圣杯3号的逆位跟一个隐士牌嘛，隐士牌的逆位。3号圣杯是开心的，大家一起去做某些事情，然后很愉悦，也是庆典的意思这个庆典没有到来，是某一种吊人牌。吊人牌是为什么？把自己吊到哪里？某种执着所以我认为很多事情，如果你不再执着了，不再去坐在那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为什么的什么因素，什么判断，什么条件，在那边想东想西的话，你起身来伸个懒腰，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这么复杂，就有这种感觉。而且这个圣杯3就会呈现正位，因为下面2个是逆位，对。一旦你做了这个伸懒腰，也没什么，起来动一动了，起来把自己的思绪跟行动做一个整理的时候，不要一直坐在一个原点上的时候，把自己挂在树上的时候，所谓的开心，大家去做事的能量就会出来嘛，这个庆典就会来临。转正，必须转正，转正能量就让它更快
我很喜欢这样的牌哦，跟这个图也有异曲同工，某种释放，某种打开一些心房的时候，大家可以和乐去做很多事情，有没有？一起注满，把自己的情绪的水注满在这个大缸里面，这个大缸就储蓄起来，然后大家就可以受用，有没有？一起共同去参与去进行。这张牌也不错，我觉得伸懒腰怎么伸得很不错，有点久了，坐在那边久了，骨头都硬了，有没有？动起来，让你的情绪动起来，丰盛就会来临，庆典就会来临。很棒。再来看第二张，第二张牌我们要深入了解什么？给我一样2张牌。这个是权杖2，哇，权杖2跟圣杯国王正位哦。这啊，在一个关系里面，不管是我们是广义的哦，任何关系里面的这个人，这个圣杯国王他充满了情绪哦。我们刚才说是不是有人可能在忏悔你？的确是这样，这情绪是他饱满的情绪哦。他想要保存的是彼此的和乐跟愉悦，甚至是想要同理心的方式去看待这个关系或事件。不想要去就刚才所说的某方压制某方，这不是他乐于看到的。一个圣杯国王他是很高的一个理解性跟同理心还有体贴度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国王是正位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不管你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或想要突破什么，他们绝对有在想要怎么去更平顺更和谐更宽容的去把这个事情处理掉，绝对是圣杯国王有的心态，而且去朝向目标的。你看这个是权杖2，这权杖很好玩，这女孩子好像是搭着这个男生来，我们来沟通一下，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来计划一下，有没有共同讨论？权杖2是有看向未来、看向目标、做计划的意思。很明显的哦，这个能量由阴性能量去发起、去主动的话，效果是很好的。尤其你对应到的是一个圣杯国王的话，你不用担心他会反对你，或者给你脸色、给你闭门羹。No No No， 因为圣杯国王不是这样的品质哦。所以由阴性能量主动的去关怀、去关照阳性能量的话，其实可以更容易的去达成你们的协议跟规划。这在任何关系里面都适用了。你提出了一个观点或提出了一个想法，甚至你引诱他对，引诱他去做一些促进跟行为的话，这其实是帮助这个事件或这个关系更朝前去发展的一个动力哦。等于说加速进行。当然你也可以等待，不用去做，不用去着急的去完成这样子，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共识。如果因为由于你的一个主动而让这个事件这个关系更容易的去达成的话，其实何乐而不为哦？我觉得这也在这个所谓的宽容跟宽恕底下想要表达的，你的心大一点，广大一点，这个叫做有容乃大，不是我们一直古言所说的，心胸更宽大一点，你可以得到的，你可以装的东西更多，人家会注入给你的也是会饱满的，尤其是你的对象是一个圣杯国王的话。再来我们来看看后面这个第3章，宇宙还要告诉我们什么。再来一张，OK， 我好，抽出来了，掉在地上。来看看这2张，圣杯的7号跟恋人牌，这2张牌同时出现，在讲什么？关系里面呢，
思虑啊，会是你们现在要突破的一个关卡。这个思虑是怎样的思虑？就是想很多，不知道该怎么进行的一个思虑。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情绪？很多就是为了想要更好，我担心害怕，就是期待又怕受伤害，更多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就是想要更好，所以变得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是为了想要呵护心里的这一份关系，或者是说对这个事件想要促进的更好。就像这女孩拿着一个水晶球，在期待什么、期望什么，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而有很多的想法也同时冒出来。这也是在我们的剑能量，这个风也有剑、宝剑的能量、思虑啊、主观意识跟想法里面，去一直在里面波动的感觉。而这样的波动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就是因为想要达到更好。恋人这边出现恋人牌的正位哦，很多的是我们彼此之间想要促进、想要去达成，是需要很多的沟通跟相处。而这样的相处跟沟通，很多时候又因为某种风的能量在这里的话，会有点飘忽不定、飘渺。飘渺跟圣杯七也是有类似的能量，飘忽很多的想法，不知道该哪一个好，感觉哪一个都行，每一个都可以，但是每个要做起来又犹豫。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一直在琢磨的时候，有时候宇宙要说的说，你即将要做的应该是做这样子的突破。你开始拿出你的宝剑出来厘清、划分这样子的感觉，让它更落实你想要朝向哪一个方向去发展。这就是这个两张牌想要表现的。当你一旦清楚你自己的希望是什么的时候，关系的确认、关系的融合、关系的交流就会因此而开始，而且会开始的很不错。这两个人在一起很亲密哦，而且你能感觉到他们似乎窃窃私语，又似乎没有说话，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感觉哦。更多的是心有灵犀啊，就是你们有很多话要说，就像风的能量一样，你有很多话语、很多交流想要跟彼此分享，但是又藏在无尽的宁静之中，就是尽在不言中的这种感觉很多啊。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更多是这样，所以才产生这种圣杯七的期待，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种能量。这就是你们要突破的。宇宙要说，一旦你突破，拿出这个一把剑，稍微厘清一下，稍微清晰一下，这个关系啊，任何关系啊，都可以因为这样子的稍微的划分清楚，不要让界限这么模糊的时候，而反而促进了你们。这就是在我们现在3号宝宝你们的能量所看到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一样哦，展现你们的草莓月的这种成长，这种喜悦，拥抱这个喜悦哦的情绪去看待你们现在任何关系、任何事件、任何困扰的话，一切都会解决，而且会得到你该有的丰盛。这个我一直很喜欢的这一张庆典的牌就会来到你身边。OK， 这就是我们3号宝宝的能量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一样啊，截取你有收获、有感应了之后，改造更好的自己。祝大家幸福、快乐、美满。我们下次见喽，拜拜。